今天给大家讲一部画面满分、烧脑满分的科幻电影，它采用的叙事手法极其复杂，如果你看的时候不小心漏掉一帧，可能就理解不了导演在表达什么。故事发生在未来的2092年，此时的人类文明已经高度发达，并掌握细胞磁化技术，实现了永生。然而这个117岁的老人是个例外，他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接受改造的人，也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可以自然死亡的人。老人名叫尼莫，在他身上还有很多未解之谜，比如在人类档案馆中查不到他的信息，也没有人知道他具体来自哪里。奇怪的是，就连他自己也不清楚现在是何年何月，只记得自己是一个34岁的大帅哥。这个神秘的老人到底是谁？他的身份为何全世界人都不知道呢？为了能够解开他的身世之谜，医生启用了最古老的催眠术，随着语言和动作的心理暗示，老人很快陷入了昏迷，而他的真实身份也渐渐浮出水面。在圣洁无瑕的天堂里，尚未出生的孩子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不过在他们转世投胎之前，总会有天使过来将这种能力进行消除。然而尼莫幸运地成了漏网之鱼，并带着独特的天赋降临到了人间。看到这里，任谁都会羡慕，能有预知未来的能力，那接下来的人生岂不是就像开挂一般？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？随着时间巨轮的缓缓向前，尼莫在父母的关爱下逐渐长大。9岁时，尼莫发现自己偶尔可以预知未来，虽然这种能力看起来非常酷炫，但却让他患上了选择困难症，索性什么都不选，这样就可以实现所有可能性。比如曾遇到的3个邻家女孩，仅仅是打个招呼的瞬间，尼莫就预知了她们都会和自己结婚，只要保持顺其自然不去主动的原则，那么她们就会陪自己度过3种人生。这可不是单纯的幻想，而是一定会发生的事实。为了方便大家之后的理解，我们必须记住这3个女孩，她们分别是红色衣服的安娜、黄色衣服的珍妮以及蓝色衣服的爱丽丝。小小的尼莫虽然有预知能力，但他并没有看到家庭会走向破碎。有一天，尼莫预知到父亲的车子会撞到路人，可等他冲出家门想要提醒时，悲剧还是无法避免的发生了。这件事让父亲从此深陷自责，母亲也不知不觉地被其他男人勾走。随着时间的推进，尼莫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女孩安娜。在一次游泳课上，尼莫仅仅是看了一眼，便不可自拔地被对方深深吸引。她太美了，几乎到了摄人心魄的地步。为了能够引起安娜的注意，尼莫发誓一定要学会游泳，可他怎么学都学不会。在泳池里挣扎的时候，他看到自己会在未来死于溺水。这个提示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不能和安娜相爱吗？又或者说自己必须得学会游泳呢？带着这样的疑问，尼莫放学后又碰到了更大的困惑。有个男人和母亲在一个小树林里偷情，而当男人离开后，尼莫决定跟上去看清他的样子。令人惊讶的是，男人竟然是安娜的父亲。也正是从这一天起，尼莫支离破碎的家庭走到了尽头，父亲和母亲决定离婚分开生活。紧接着在母亲离开的火车站，尼莫要在父母之间做出选择，到底是跟随父亲生活，还是跟随母亲生活？来不及做任何决定，火车已经悄无声息地到站了。看得出小小的尼莫还在犹豫，母亲只好转身上了火车。可就当火车刚刚启动时，尼莫又突然想跟母亲一起走。就这样，尼莫最终选择了跟随母亲生活，而他的父亲也只能接受孤独终老。时间一晃来到6年后，年满15岁的尼莫已经长成少年。叛逆期的他经常和母亲顶嘴，而且还动不动假装自杀吸引关注。就在这时，班级里转来一个女生，仅仅是看了一眼，尼莫立刻认出她就是小时候的安娜。缘分真是妙不可言，儿时的女神竟然又来到了身边。随后，在沙滩游泳的体育课上，安娜跑过来想邀请尼莫一起，可尼莫碍于面子却表示拒绝。这个做法让安娜对尼莫的好感全无，然后两人从此以后再也没了联系。若干年后，尼莫和安娜在一个车站相遇，此时的安娜已经身为人妻，而且还有了几个可爱的孩子。她和尼莫匆匆打过招呼，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如此境遇让尼莫非常失落，想当初自己如果没有拒绝安娜，或许结局会完全改写。画面一转，时空回到了之前的游泳课上，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尼莫看到的未来。当安娜跑过来发出邀请时，这次的尼莫没有拒绝，而是直接坦白自己不会游泳。安娜听后没有嫌弃对方，反而觉得男孩很是真诚。从这一刻起，两个人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起来。若干年后，尼莫和安娜走进了婚姻殿堂，并生下了2个可爱的孩子。安娜勤劳持家，尼莫事业有成。故事到这里或许该圆满结束，可实际上才刚刚开始。有一天，尼莫下班途中撞到了东西，然后急刹车时滑出了公路。只是电光火石之间，尼莫连同车子一起掉进了湖里。因为不会游泳的缘故，这导致他被活活淹死。此处解释了尼莫小时候的预知，原来自己真的会溺水而亡。画面一转，时空再次回到了游泳课上，原来刚才的一切还是预知到的未来。尼莫觉得自己会想出办法规避车祸，可令他没想到的是，接下来的发展却发生了变化。过了一段时间后，母亲突然宣布有了新的男人，而这个男人正是安娜的父亲。尼莫和安娜没有初次相遇的陌生，因为他们早已成了秘密交往的情侣。借着父母机缘巧合下营造的环境，两个人最终抱在一起偷食了禁果。
热恋期的感情自然发展迅猛，甚至还到了永世不分开的地步。可惜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，两个人的父母突然宣布分手，这也意味着安娜和尼莫要不得已被迫分开。临别之前，两人约定周末在灯塔见面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尼莫每周都会去灯塔等待，可安娜似乎忘记了当初的约定，她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。10几年后，尼莫一直都保持着单身，他相信安娜也在某处等着自己。从灯塔回来路过车站时，尼莫习惯施舍一个乞丐，可每当他离开之后，安娜也会随着人群从车站出来。仅仅是几分钟的功夫，就让两个人错过了无数次。尽管如此，尼莫在这期间从未用过预知能力，他知道未来不只是一个结局，而是无数个结局。无论自己怎么预知，他都可能会因为某个动作而改变最终结果。有一天，乞丐死了，于是尼莫急忙拨打了报警电话。也正是这个停留间隙，安娜出现了，两人紧紧相拥，有情人终于修成了正果。这些年的安娜一直也是单身，并不断的迁徙游走，目的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够遇到尼莫。随后，久别重逢的两人进行了一番云雨。不过激情过后的安娜却说出了担忧，原来她已经习惯思念尼莫，而突如其来的幸福让她有些不安，也无法适应和尼莫待在一起。最后，安娜写了一个电话号码，表示几天后再联络。她想腾出时间让自己缓和一下。然而就在安娜刚刚离开，一颗雨滴却落了下来，好巧不巧还打湿了纸条。就这样，刚刚和安娜建立的联系中断了。不甘心的尼莫没有放弃，他还是在每个周末到灯塔等待。可这一等却等到了地老天荒，安娜没有来，尼莫也最终遗憾地死在了长椅上。如此结局让人唏嘘，然而这一切也不过都是尼莫的预知罢了。画面一转，时空回到了父母分别时的车站。这时父亲声嘶力竭喊了一句尼莫，正是这句呼喊让尼莫停下了脚步，也看到了和母亲之后的悲惨生活。于是尼莫决定留下来跟随父亲，或许在这里会有一个美好结局。时间一晃来到6年后，父亲因为当年的事成了瘫痪，但尼莫却懂事地撑起了整个家庭。他一面照顾不能自理的父亲，一面强颜欢笑地假装坚强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尼莫会依靠撰写科幻小说来放松心情。在他幻想的未来世界里，人类正乘坐飞船前往火星定居，其中有一个冬眠的男人名叫尼莫，而他嘴里正念叨着一个女孩的名字爱丽丝。爱丽丝是谁？为什么不是安娜呢？原来就在几天前，尼莫参加了一场学校派对，然后有个蓝衣女孩上前喊住了他，而这个女孩的名字就叫爱丽丝。她是尼莫小时候的邻家女孩，所以才会主动认识。至于尼莫为什么不记得她，是因为当初尼莫的眼里只有安娜。此时尼莫对爱丽丝已经一见钟情，可他满脑子只懂一些火星名词。爱丽丝被这个直男逗得发笑，打趣说如果自己死了，那么希望尼莫能把他的骨灰撒在火星上。尼莫听后竟然认真的答应了。第二天，尼莫写了一封情书想向爱丽丝表白，这时他发现女孩竟然有男朋友。见此情形的尼莫只好悻悻离开。在回去的路上，尼莫失落的心情显而易见，危险的车速很快让他发生了车祸。等到尼莫痛苦的醒来，他已经变成植物人躺在了医院里。这个结局太惨了，所幸只是尼莫预知的未来。画面一转，时间又回到了尼莫送情书的场景。这次的他等到爱丽丝的男友走后，然后直接迎上去堵住了女孩。爱丽丝表示自己只爱男友，对于其他男人根本不做考虑。如此一来，尼莫的表白又失败了。回到家中的尼莫思考再三，决定以后要娶一个爱自己的女人。随后，尼莫在派对上遇到了新的女孩，她叫珍妮。凑巧的是，她也是尼莫小时候遇到过的邻家女孩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尼莫立下了人生中的3个目标：第一，他要娶后座的女孩为妻，然后生2个可爱的宝宝；第二，他要变得非常有钱，买一栋带花园的大别墅；第三，他要拥有一台特斯拉跑车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若干年后，尼莫当初的誓言全部达成，可他却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躯壳。原来尼莫并不爱珍妮，心里还在念叨着当年的爱丽丝。然而令尼莫想不到的是，爱丽丝在结婚当天遭遇了车祸，然后不幸当场死亡。这一打击让尼莫更加郁郁寡欢，最终演变成了自杀成瘾的抑郁者。他将自己的所有财产全部赠与妻子，然后在一个晚上选择了离家出走。等到珍妮找到他的时候，尼莫已经在多次自杀中被一个黑帮误杀。这一段不如意的结局让人心痛，自然也不是尼莫想要的结果。于是画面一转，时间再次回到了尼莫送情书的场景。这次的尼莫十分强势，他不顾爱丽丝的拒绝，当场立下了爱情的豪情壮语。或许是现任男友太过花心，又或许是尼莫的真诚，爱丽丝最终接受了表白。若干年后，尼莫如愿和爱丽丝走进了婚姻殿堂。可当他们准备回家时，却在路上遭遇了一场油罐车爆炸，新婚妻子爱丽丝当场去世，而尼莫的脸也被烧掉半张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尼莫成了一个孤独的人，他似乎已经看透一切，决定陪着爱丽丝的骨灰度过余生。有一天，他的同事遭遇车祸冲进了湖里，然后不幸被活活淹死。等到尼莫来到同事的葬礼上，他发现同事的妻子竟然是安娜。很明显，不管是谁成了安娜的丈夫，都可能会遭遇车祸的命运。又过了若干年后，人类已经开始向火星迁徙，
在前往目的地时，尼莫将爱丽丝的骨灰撒在了火星上，也算是兑现了对爱人当初的承诺。随后不久，尼莫在飞船上观望星云的间隙，竟然再次遇到了安娜。安娜说，人类预测2092年会发生大坍缩，到时候时光会自动倒流，宇宙万物会重新回到起点。正当两人想继续深究时，飞船突然遭遇了陨石袭击。在巨大的灾难面前，人类如同蝼蚁被瞬间灰飞烟灭。尼莫和安娜自然也无生还的希望。这个结局比悲剧还要悲剧，当然也不是尼莫想要的结果。画面再次一转，时间回到了尼莫和爱丽丝结婚的当天。这次的他们规避了车祸，并且之后还有了几个孩子。然而幸福的事情总是相似，不幸的事情总会各不相同。这个时空的爱丽丝竟然患上了重度抑郁，她经常性哭哭闹闹，稍有不爽就会暴跳如雷。尽管如此，尼莫依然很爱她。如果爱丽丝问你是爱我多一些，还是爱你的车子多一些，尼莫会直接将车子点燃，然后紧紧地拥抱爱丽丝。终于有一天，爱丽丝松口说出了真相，原来她心里还爱着前男友，所以结婚后才会觉得很折磨。尼莫听后震惊了，看来自己不管怎么努力都赢不回爱人的心。当天晚上，爱丽丝悄悄选择了离家出走，在她看来，自己的离开才能让所有人解脱。几天后，爱丽丝成了一名理发师，而被她服务的对象正是前男友。当两个人面对面进行交流时，爱丽丝并没有认出眼前近在咫尺的男人。由此可见，爱丽丝对前男友的爱已经过期，她注定会在此生爱而不得。视线拉回到2092年，尼莫从梦中醒来，发现之前的医生已经离开，而身边正坐着一名记者。记者说他已经记录了尼莫所说的一切，可经历了这么多人生，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呢？尼莫回答说，每一段人生都是真的，而且他们都具备相同的意义。记者听得一头雾水，表示就算可以预知未来，可肉体的躯壳只有一个，无论如何也只能且只有一次人生呀。这时尼莫说出了整部电影的灵魂，其实你我都不存在，我们只存在于一个9岁小男孩的幻想里。原来尼莫刚才讲述的所有人生，都不过是他9岁时在车站的幻想。现在的尼莫已经知道了所有剧本，所以才挑选出了最完美的一段。这段人生里，尼莫没有选择母亲，也没有选择父亲，而是选择了独自一个人生活。之后他找到了自己最爱的人，也同时是最爱自己的人。若干年后，尼莫终于等到了最爱的安娜，并从此过上了幸福生活。至于尼莫的身份为什么会很神秘，是因为他并非普通的凡人。关于尼莫为什么会认为自己只有34岁，或许是他抉择太多而导致的记忆混乱。2092年2月12日，这一天是尼莫的生日，也是他寿终正寝的日子。凑巧的是，他死的这一刻刚好发生了宇宙大坍缩。很显然，尼莫之所以被称为无性之人，原来他是和宇宙同寿的人。随着大坍缩的开始，时间也开始逆向流动。等到回到宇宙爆炸之处，时间又开始了正向流动。此时各类星系破碎后又重新组合，太阳、月亮、地球逐一出现。紧接着世间万物进行了重新洗牌，人类从单细胞生物开始演变，然后慢慢繁衍，形成了新的文明历史。周而复始的几十亿年过后，时间停在了尼莫出生前的那一天。很显然，所有的经历都会再次循环上演。至此，本片结束。这是一部很少有人敢解说的电影，因为它融合了太多的元素，比如蝴蝶效应、平行宇宙以及大坍缩猜想等等。但如果你看过《信条》之后，就会觉得本片其实是一部伪科幻。纵观全片，导演还有很多想法在里面。个人认为他是披着科幻的外衣，实则在卖力地讲述着人生哲理。我们在生活中就像9岁的尼莫，总想着回到过去修正错误，可到头来不管怎么努力，还是会留下一些难言的遗憾。所以人生的意义不是结果会怎样，而是要坚持自己的选择走下去。